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如何快速有效的记忆词汇。首先从我的角度看来，记忆词汇这个说法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首先词汇是语言的基础，这个概念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很多时候过于执着的要去记忆词汇，或者说一个一个的单词，这个时候就容易误入歧途。因为很多时候在大家的理解里，学习语言就像盖一座房子似的，所有这些词汇单词就像一块一块的砖一样，所以只有把一块一块的砖垒好之后，你才能学好语言，就像给自己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一样。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每一个词汇或者说单词，它更像一棵棵小树，一棵棵小树慢慢的长大，最后长成了一片语言的森林。所以我觉得记忆词汇不应该是一个死板的机械的过程，就像把一块块砖垒起来这种过程，而应该是去浇灌，去培育一棵棵小树，让它们慢慢的长大。这个过程一开始肯定比你垒砖这样一块一块垒起来见效慢一些，但是一旦树苗长出来了，这小小树林这个规模就能初具雏形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去记忆词汇，而是培育词汇。好像说起来有点玄乎，但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想一想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学习语言的，是不断一个个词儿输入自己的脑子吗？然后就能蹦出来吗？我告诉你，你不断一个一个词儿输入自己脑子之后，输出的肯定也只有一个一个词儿。孩子们学习语言的时候，永远是身处一个环境，他需要把里面的一个意思提取出来。很多时候一个意群，就是英文所说的 chunk， 它都是几个词儿连在一块的。孩子们其实记忆的是这一个意群，而不是单个的词汇。这个意群它更多时候不是说死记硬背，而是吸收进去，就像树一样，通过培育、浇灌、晒太阳，慢慢长出来。这些意群一点点吸收进去，消化，然后再吸收进去，强化。同时这个意群它本身表达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所以它的画面感比较强，意思表达会比较明确，所以更容易吸收，同时之后又更容易输出。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很多人学语言学到一定阶段，发现自己就是没法张开口，没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感觉很难的原因在哪？因为你很多时候打下的基础就像垒砖一样，你垒了太多没有用的砖，这砖没有意义，所以你不知道真正怎么用这个词汇，不知道在哪种具体情况下它用的比较合适，不知道它和哪些词汇搭配起来它能产生一定的效果。其实中文是对所有语言学习者最为友好的，当然你首先要跨过这个汉字这一关，因为中文所有的句子是一种意合的句子，就它是通过意思连接在一块的，不需要很多的语法上面一些变形什么的，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记忆那些词汇的变形什么的，这难道不是很简单，对语言学习者非常友好吗？我是一个中文教学者，同时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就是看他一步一步从完全不会说话到某一天突然开口说话，然后说出来话都是短句子，甚至有时候能有长点的句子，他从来不蹦词儿。我还有发现很多孩子其实蹦词儿这个阶段比较少，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一开始的表现欲比较强，希望得到父母的奖赏鼓励等等，他会一开始就把自己这些词儿知道一些词儿一个个蹦出来。但这种孩子反倒是学习语言比较慢的，就是一开始太早开始说话的孩子，可能到3、4岁的时候说话还是不是很清楚，反倒一开始有些孩子一开始不声不响，就像我儿子一样，他就默默的去理解消化这个语言，然后一开始说话说出来都是句子，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像中国人常常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接下来我就和大家讲一下如何正确的记忆词汇，如何把记忆词汇放到整体当中进行，让它自由的生长。关于这个，我想从3个方面说一下。
第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材料。其实孩子们最开始学习语言的时候，并不完全出于兴趣，更应该说，并不是出于兴趣，更多时候是生存要求。所以他们只有拼命的吸收各种材料，然后才能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需求等等。而我们成年人其实学习语言并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兴趣能推动人前进。因为我明白大多数学习中文的朋友并没有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说我不学中文我就会死，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所以找到自己一个兴趣点是非常重要的，感兴趣的材料，不管小说也罢，电视剧啊、电影啊，或 YouTube 上视频都可以。最好呢是带有音频的，所以小说最好也找那种有音频的有声书，因为你知道这个词儿对应什么声音之后，更利于你去记忆。关于语言材料，对我而言，我就喜欢看书。我之前和大家说过，我是为了学习法语，我把一整本的这个 Madame Bovary， 就是包法利夫人都看下来了。一整本书看下来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词汇掌握的特别多，就是很多词汇我一看我就能认识，然后我甚至知道它的意思，有些能猜出它的意思。这其实已经达到了记忆词汇的头2步，就是认识、知道意思。当然，记忆词汇还有第3步，第3步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后面说。第2方面就是你感兴趣的语言材料，最好是有双语版的，就是你要学习的这个语言，然后还有你自己的母语，或者你别的认识的语言，它有一个对照的版本，你可以通过语言的对照，慢慢理解语言的结构，还有语言在表达相同意思的时候，它用了怎么样的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大家有时候可能会害怕，就觉得哎呀，我这么做会不会很难摆脱自己母语的影响呢？我会不会很多时候就习惯性在自己脑子中进行翻译呢？我告诉大家，你想多了。一开始你学习语言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在乎这些问题，而且这种翻译对照对学习语言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对照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相同意思，在一个不同语言里是怎么表达的方式，这点在学习语言里面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语言和语言之间就是有差异的嘛。比如说最简单的 I'm sorry， 就是在中文里怎么说对不起。你看对不起和 I'm sorry 这个2个在语法结构上还有所有东西上都是千差万别的，但它们表达是相同的意思。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的是把这些东西转换的这种东西直接记忆过去，而不是深究，哎呀，我会不会慢慢就形成这种母语的思维啊？我要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我是不是应该形成新的语言思维啊？我和你说，你想多了，在这个阶段你根本没有资格去想这些问题。而且这种新的语言的思维是需要你大量输入之后，慢慢才像树一样长起来的。不是说一开始你就让自己很努力去硬着头皮去培养这种思维，这是很难做到的。就像把你直接扔在一个外语环境里，你就能轻易的掌握那种语言吗？对不对？是很难的。继续以我为例子，我当时学习法语的时候用的就是对照，一本法语版的，一本英语版的。我为什么没有选用中文译本的吗？因为中文就这个法语差异比较大，而法语和英语确实比较接近，更利于我去吸收这个语言结构。但是大家现在要学中文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你只能选用中文的，还有别的语言对照。同选用双语对照有一个优势啊，你根本不需要学习语法，你只需要知其然，而没有必要知其所以然。这是中国古人总结下来的经验呢，真是学习语言一个特别有用的经验。很多东西真的没必要知其所以然。你为什么要知道它的语法结构？你为什么知道它深层意思？你只需要知道这句话在这个场景下，在这个情景下是需要这样用，可以这样用就行了。好了，咱们讲第3方面，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意群的记忆。因为在前面我提到过，词汇的记忆，一个就是认识，一个就是知道意思。第3步就是应用。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卡在这一关上，不知道怎么应用。
因为大家记忆的词汇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一个，这样怎么能把它应用到生活场景当中来呢？是不是？是没有道理。所以第3步，咱们需要刻意的学习，刻意的进行意群记忆。意群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就是每一个句子它其实可以分为好多部分，不是单词啊，而是1、2个单词、3、4个单词、4、5个单词能组成的一个意识的小群体，而每个群体大概能表现一定特定的意义。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对意群的记忆之后，我们要输出的话，其实就是意群的输出，而意群才是真正组成句子的一个骨架。同时，意群带有更多的画面感，更利于大家去记忆。但我说这么多，有些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理解。下面我通过自己的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划分意群，如何进行记忆。首先当然是打开 YouTube， 然后呢找到我的这个频道 Easy Mandarin with 李灿，对吧？就这个，就我昨天才出的视频吧。然后打开它，点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 CC 啊，点一下，你看有中文的、英文的，然后英文它是这样的，其实是双语的。然后咱们现在找一个字幕的下载网站 ，Downsap， 然后把我这个地址复制一下，粘贴 ，Download 出来了，大家下一个英文的 TXT 就行了，打开。是不是字幕就出来了？首先我给大家播放2个片段。武侠它其实和漫威超级英雄非常相似，都是能力特别大，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完全不受各种物理规律的约束。但玉娇龙展现出来的功夫远远在闭眼狐狸之上，而且他的天赋是十分惊人的，这让李慕白又惊又喜。他同时萌生了要收玉娇龙为徒的这么一个想法。第一个片段其实就是这一句，就咱们找一下意群，武侠他，这其实是一个意群。其实这种方式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用的一个方式，就在人称后面或者名词后面加上一个代词，其实，对吧？对，咱们可以看下面，你看这个对应的 actually。漫威超级英雄，大家都知道吧 ？Marvel superheroes， 对吧？下面一个和非常相似，这2个应该放在一个完整的意群来记忆。和，然后呢，点点点，省略号，大家看它就变成1、2、3、4个意群。那怎么记忆啊？可以通过 Anki 吧，我是有个 Anki 的，比如说这个加一个 add， 不对。还有 create stack Chinese 对吧？然后呢 add stack Chinese front， 就是说比如这个你武侠他，对吧？ back 这个武侠，你可以加上个 itself， 那其实有强调的意思嘛。save， 再来一个和非常相似。咱们可以看这个，有时候你也不懂，你可以看这个翻译啊 ，is very similar to， 是吧？和什么什么非常相似。然后 Anki 它是可以间隔记忆的嘛，比如说你明天记了，它过一段时间又给你拿出来，然后直到你记住为止。所以说，我觉得 Anki 也是一个特别适合记忆词汇的手段，一个软件。咱们先看下面，都是你看 both， 对吧？其实能力特别大，它就是一个意群啊 ，have a very great power， 对吧？这下面一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中国人就特别爱用这个四个字，它其实表达的意思就是，大家可以把整个8个字都记起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就到天上或地下去，什么事情都能做呀，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下面一句，完全不受约束，它其实是一个意群，所以大家不应该这样记。完全不受约束，这样记的话，你倒是怎么能确保自己把这几个东西全部整合在一块儿，然后运用出来呢？对不对？还有各种物理规律可以一起记啊，各种啊 ，all sorts， 不是 physical laws， 物理规律，各种。你当然你把那个拆开也可以，各种可以，或者连在一块，各种物理规律。
中文是不是比较方便、比较简单，又不需要变形，是不是？真正难的其实就是这种意群，它其实比较多，就需要中间插入一个什么东西，所以需要大家不断去记，记得多了，你这个词汇库就越来越饱满了，能运用的就越来越多了。下一个呢就是这个蛋就是直接一个蛋呗。玉娇龙展现出来的功夫，这不就是一个意群吗？功夫确实是一个单独的词汇，但是这里我们应该把它连在一起记忆，展现出来的功夫，远远在什么什么之上，这也是一个意群。点点点儿，玉娇龙它这个名字嘛，展现出来的功夫，远远在什么什么之上，闭眼狐狸。下一个，而且他的天赋是吧？是十分惊人的，所以大家就应该通过这种句子拆分成意群去记忆，而不是简单去记忆。而且他的天赋是十分惊人的，这样的话你怎么能确保把它们全部组合成真正像一个中国人说的话呢？对不对？那下面还有一个这或者这让。又惊又喜，又是一个意群。这让什么什么又惊又喜，又惊又喜，又吃惊又开心。咱们再看最后一句，他同时萌生了后面是什么样？这么一个想法，他其实萌生了什么什么这么一个想法，萌生了想法，要收谁谁谁为徒，这是一个。所以这种类型的意群在中文里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真的需要去这样分析，这样去记，然后才能真正确保你能好好的流利的说出中文来。这个就是我说的记忆词汇的第3点，就是应用。怎么应用啊？就是孤零零一个词儿吗？很多时候大家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就卡壳了，就说不出来呢？就写不出来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进行意群记忆。意群是语言真正的骨架，有了这个真正的骨架之后，很多时候添点砖呀，加点瓦呀，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需要把真正有用的意群记起来，记住，记得多了，你才能真正流利的说出来，而不用使劲去想，哎呀，我把这几个字按照什么结构，按照什么顺序去说呢？要是你有这种意群记忆的话，很多东西都自然而然就能说出来了。这个方法我亲身试过有效，大家赶紧运用起来，让自己的中文快点的进步，能快点流利的说出中文。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还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和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那么下次再见喽。